Newfie 这个品牌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做的是矮轴键盘，而且定位比较高端，在圈子里面的知名度相对几个其他主打性价比的品牌还是低了一些。在前段时间 Newfie 推出了旗下第一款搭载 MX 轴体的键盘号65。这把键盘如标题所说是我今年下半年最喜欢的量产键盘，无论是从包装还是键盘的外观设计，再到细节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配件方面有一个防震罩，底部的话是一个配件盒，这边是一小份的手机体验包，还有真无键帽，旁边的话还有一根白色的编织线，跟着说明书打包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老婆贴纸，透明的手托可以加钱购买，全亚克力的话是99块钱，加100块钱的话底部会有电泳白的铝合金镶嵌。整体的质感都会高级不少。键盘的整体的话是以白色为基调，辅以黄红绿的点缀，也是 Newfie 的一贯的风格。左上角是 RGB 的灯带，也是他们家的一个设计象征了，同时也可以充当键盘的指示灯。值得一提的是键盘的上盖是铝合金材质的，而且外面上了一层量产键盘中非常少见的电泳涂层。正面的观感其实和铝坨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整体的重量去到了975克左右，算是一个非常重的键盘了。在键盘的中框部分有一圈透明的亚克力分层，把金属的上盖和塑料底壳区分开来，而且中间加了一圈高亮度的 RGB 灯，也减少了上下盖色差带来的不协调感。键盘的底部大范围的运用了圆柱形的切槽设计，顶部有一个高亮的 logo， 再加上金属的名牌，在脚撑以及脚贴上也做了橙色、青色的区分，符合键盘整体的一个设计基调。单论外观这一方面我个人愿意给出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先来聊一下这个键盘的一个主要的宣传卖点就是和指尖文创联合设计的一个隐身空格，说是可以大幅度的消除空腔音实际上的话空腔音确实也被消除了但空格的声音也被消差不多了，基本上就和换上了一个静音轴差不多，但是手感方面就和普通的静音轴拉开了很大差距，它是完全没有肉感的。拆开之后可以看到空格底部的十字柱轴心用的是软的硅胶材质，在轴体触底的时候会起到一个缓冲作用，也是它声音比较小的一个关键。如果实在适应不了的话，也是准备了普通的空格，换上普通空格之后的声音表现也蛮不错的。顺带一提键盘本身的高度是偏高的，如果不配合手托使用可能会有点累手。个人建议，如果觉得官方手托没有性价比的话，可以自己去购买一些第三方的手托来配合使用，对手腕会更加的友好。轴体方面，我这个是晚风轴，除此之外还有大段落的蔷薇轴和小袋鼠轴可以选择。小袋鼠轴要贵个50块钱。这个晚风轴和蔷薇轴的轴心材料用的是目前比较少见的 POK， 说人话就是聚铜，对比 PON 和 PA66有更强的耐冲击性。轴体的吸引手感也是非常纯粹内部的油给的比较多，个别的按键比如我这个 F 键就是明显的油给太多了，触点的话会有明显的肉感。体验包中的蔷薇轴也有一点这种情况，相比之下的小袋鼠轴就会做得干脆一些。这里给大家听一下声音。键盘的拆解难度不算高拧一下定位板的螺丝，指甲稍微推一下塑料灯带圆光板上的卡扣，就可以分离上下盖了。内部的话依旧是与整体的设计做了高度的统一，大面积的白色，甚至连加德龙的轴座都变成了白色的。在 PCB 小板的左上角有一根用于静电接地的弹簧，可以避免金属上盖外壳漏电的情况发生。底壳的话用了一大块的白色硅胶填充，右上角是 2.4G 的收纳槽，中间的话是一块400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这个67键的小键盘来说也是绰绰有余了。不开灯的情况下可以提供240个小时的续航，大概1个月左右一充的水平。最后总结一下这款键盘，虽然价格去到了700多，不算便宜，但这个做工是完全对得起价格的。相比起目前市场上一些卖的很贵但是做工非常毛糙的键盘，这个 Halo 65算是一股清流了，也是延续了这个品牌给我的一贯印象。无论是从开箱的体验，再到配件的细节，再到键盘本身的一些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硬要说的话，轴体方面有一点点小翻车，个人建议预算够的话尽量上小袋鼠轴，手托的话就按需购入。好了，那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